我把 UP 主讲得真好变成莫斯密码，比如说电影《风声》中，把这个莫斯密码直接纹在这个旗袍上，表达的含义会有变化吗？很好的问题啊，理论上我们是可以这样做，但这样做之后和列成这个向量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因为神经网络是一层一层的，我们在第一层的这个输入层只用一个神经元来接受这个信号，比如说输入的是193，它就代表你我他的你这个字，但是下一层仍然是很多的神经元，也是一列，分解到这一列向量中又变成了001 0000000，所以你在这一个神经网络输入层之前再加一个单独的这一个神经元来接收数字没什么意义，直接从刚刚说的这一层已经分解成向量开始，反而能让结构更简单。通过读热编码表示信息会不会丢失掉一些信息？其实是不会的。你想想看，我们在手机上通过打字输入已经用了这么长时间了，有丢失信息吗？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讲，信息本身就不会随着载体的变化而变化。我举个具体的例子，UP 主讲得真好这几个字，你把它打出来显示在这个屏幕上，和你手写在纸上，它表达的含义有变化吗？它作为弹幕划过，跟你手写纸上有变化吗？不输入文字，你通过语音来表达，你直接把 UP 主讲得真好说出来，含义有变化吗？我如果不用中文来表达，我用英语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含义有变化吗？换成希腊语呢？我换成非洲语呢？都不会有变化。更进一步的，我把 UP 主讲得真好变成莫斯密码，比如说电影《风声》中，把这个莫斯密码直接纹在这个旗袍上，表达的含义会有变化吗？我把这一个文字直接作为电波发射到宇宙太空中去，UP 主讲得真好的这个含义会有变化吗？很明显，信息本身的含义是不会随着信息的载体变化发生变化的。这也就是语言学中的所指和能指的区别。所指是指信息本身，也就是 UP 主讲得真好想要传达的含义，对 UP 主的称赞。能指是这个传递信息的载体，比如说是中文、是英语还是俄罗斯语，载体发生变化，含义是不变的。不同的语言文字，包括我们在这里神经网络中用的这个字典转成数字，它只是载体变了，也就是表达信息的符号发生了变化，信息的含义是没有变的。读热编码只是表示信息的一个载体符号而已，可以理解成一门特殊的语言。那我们输入给神经网络的这一个输入内容，先经过一次翻译，就相当于中文翻译成英语一样，把我们输入的这个文字先翻译成神经网络能理解的语言，也就是读热编码，再输入给神经网络。神经网络输出的信息也是一样，它输出的是读热编码，经过一次翻译，把它翻译成我们能理解的中文、英语。这个过程和我们翻译把中文翻译成英语，把英语翻译成中文是一模一样的，不会丢失任何信息。虽然信息不会丢失，但是换了不同的语言符号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接下来就看这其中的不同点。现在你看到的所有大模型它都是支持多语言的，我们输入中文它能理解，那其他的语言它怎么办呢？尤其是英语就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中文的字数量是有限的，但英文的单词可不是。常用的中文汉字可能只有几千个，2021年的新华字典大概收录了13000多个字，但英语中的单词，凡是学英语干过背单词的这个事的都知道，英语的单词数量那可是太多了，现在可能有几千万个，随便加个词缀后缀，变个时态就是一个新的单词。像中文一样这么穷举，把几万个字、几千个字都穷举出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节再见。了解更多大模型细节，关注一下再走哦。我是野生 AI 产品，陪你一起成长。